万一我遭遇不测，秘密不能丢失，我们是同志，薪火相传，我必须托付给你。你记住，菩提封印的秘密。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这个秘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开，但是既然它存在，就有它存在的道理。一定是的。你记住就好。我会小心的，你也一定要小心，我们都要安安全全的。我走了，母亲，多保重。格格也多保重。母亲，我经常会想一件事。格格，请讲。我们都珍重。我不想听你叫我哥哥。如果没有当初，你今天还用叫我哥哥吗？假如当年的变法成功了，你已经不用再叫我哥哥了。可是失败了，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。所以你还在为这个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？你是爱这个王朝吗？可除了伤痛，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？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，跟我一样留过洋，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，前途无量。大清日益动荡，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，越来越不重要，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，尤其北洋。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。我是格格，他是军人，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。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，我必须忘了你。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，你也一样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，花辞树。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，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。
进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你答，你要是答得我不满意或者骗我，我就扎进去。你上次在山西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要剁我的手指。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？没有。你的眼神变，人在说谎的时候眼神是会变的。你试试，被这么按着眼前放根针，你眼珠子不变？我再问一遍，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理想了？没有。那为什么才短短2日，你们之间变得如此熟悉？我们聊的都是女人的事，女人之间聊天很容易熟起来的。你是不是跟她说禁坛密葬？你是疯了吗？那是你们清廷王爷的女儿，我会跟她说这些？中海潮调任福建，明显是为了禁坛密葬。我故意说了我要去泉州，那个时候你看了他一眼，他也看了你一眼。你算到你这个白痴！你再说一遍，你这个白痴！没错，你说要去泉州的时候，我俩是看了一眼，那是为什么？你难道不懂吗？我不懂。是因为要是你也去泉州，他高兴，我也替他高兴。高兴？乌兰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，能把这玩意儿拿开了吧？他怎么可能把我跟他的事情告诉你？他觉得我跟你有关系，我早就说了，你一个奇人怎么可能有害人的亲戚？你觉得乌兰山会信你吗？他就算不信，也不可能会去问你。得了吧，你哪里知道女人吃起醋来是什么样子？他就是觉得我跟你有关系，所以来回的试探我。后来他相信了我跟你毫无瓜葛，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。你们俩是初恋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偷偷喜欢被光绪知道了，光绪想跟你们俩做天姊妹，说错了吗？你是怎么让他相信你的？我说，我是你师父朋友的女儿，我父亲也是维新党人，客死他乡，我无处可去，只好按照我爹死前的信息来投奔你。他听了就哭了，当时就信了。你说你要是按照我编的这个，不就合情合理了吗？他为什么要哭？他哭你呀！要不是变法维新，王爷的女婿就是你，格格的丈夫就是你。你以为她真的想嫁给那个北洋的将军吗？那个人我看了，乌兰山简直看都不想看他一眼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说要去福建他会开心了吧？他连看你一眼都是开心的。此事不许跟任何外人说起。是不是回你家？是。你真的要去泉州？是。你的师父，南少林菩提院首座第3代传人，程昱是个伟大的人，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，不惜奋斗一生。他将净坛密葬的线索留下，期望就是把他可以交到那个真正可以改变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是宣统，不信爱新觉罗，那个人是革命。当年，你因为变革维新而失去自由，如今又成了这更加腐朽皇权的走狗。你不觉得你违背了这12年的信仰吗？如果没有当初，你今天还用叫我格格吗？你是爱这个王朝吗？可除了伤痛，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？天下事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今日之世事，乃是3000年未有之危局。
因循守旧、固步自封，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落后，越来越衰弱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活。皇上，奴才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您。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。我知道皇上想要一个强大的大清，可今日的大清该如何才能够强大？我竭尽全力守卫的皇权，到底是不是在守卫大清的太平？存清大人一直不遗余力追寻密藏，到底是不是为了国家强盛？当年的维新党人，为何如今却成了敌人？梁启超大人曾说，想要一个少年中国，可为什么今天的少年却想把这个天给变了？是他们错了，还是我错了？我的授业恩师，如今却被朝廷视为敌人。他可是在帮维新党人，是在帮皇上您啊！是师尊误入歧途，还是奴才自己一直都在迷途之中？曾是意气风发的带刀侍卫，荣耀无比的御前行走，而今，我为何不再为自己所为而感到骄傲？皇上推行变法时，我从未犹豫，而今我为何却常常想要逃避？是我错了，还是我已再无心啊？皇上，若是12年前我们赢了，变法成功了，那该多好啊！那该多好啊！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皇上。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在下刚才触景生情，深夜叨扰。大人不必客气。雨停了，我也该走。那大人慢走。
你是什么人？这是内务府的腰牌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刻在你的腰牌上？老人家，我是内务府2等侍卫伊尔根觉罗穆卿，正在查案。你过去是不是大内侍卫？腰牌上的这句话是怎么来的？都43年了，哎呀，这个内务府啊，为啥对这个净坛宝藏还不死心呢？你知道净坛秘藏？栾毅，你叫栾毅？栾毅大人是头等侍卫，我不是。我当年就是内务府的一个兰陵侍卫。那这块腰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大人是想知道当年的事情啊？我刚才说了，我正在追查此案。那大人应该看过内务府的记载啊。43年前的事情，内务府一定会有留存的。那还请老人家说说看，说不定和内务府的记载上有所不同呢。大人没看过那份记录？内务府确实有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的记录，不过很简单，就是一无所获。确实是一无所获。内务府这么记载是对的，不然不知道还要牵连多少人呢。所以你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记录。栾毅的腰牌在你这儿，但你说你不是栾毅，想必栾毅已经不在了。一个头等侍卫不在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内务府居然没有记录。你一个蓝领侍卫在这守灵，想必是被罚。看来内务府当年不是一无所获，而是一败涂地。如此惨烈又蒙羞的事情，内务府不敢记录在案，对不对？老人家，你这么大年纪，我不会带你去内衙刑讯逼供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蓝领侍卫，都贬到这儿来守灵了，再往下也没什么可贬的了。你是我的前辈，就当是前辈帮帮后辈。你跟我说说，说完以后，我保证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。如大人所说，我都被贬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怕啥麻烦呢？那就聊聊。你是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那一队里的人吧？43年前，内务府派出宫的不是一队人马，而是2队。哦，一队去了山西，几乎全部折损，所以又派了一队去了福建。我就是这个队里的一员。带队的就是栾毅大人。到了福建以后，栾大人把目标锁定在一个时常出现的香花僧身上。大人知道什么是香花僧吗？香花僧是住家僧人，平日里吃荤、蓄发结婚，只有做法事时穿上袈裟才会像个僧人。对。他分析，这个香花僧很有可能就是南少林的传人。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搜索，的确发现了诸多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功夫，这些人身上全有功夫，而且个个是高手。栾大人追踪的那名香花僧叫无双宝，他费了很多力气，终于发现了无双宝的踪迹。
当年我和另一位侍卫另有公干，等我们接到命令，赶到集合点的时候，却发现栾大人他们一行人音讯皆无了。我们两个兜兜转转的找了3个多月，最后找到了栾大人居住过的客栈，在那儿发现了这块腰牌，可是却未见到任何人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回京复命。内务府一下子折损了这么多的1等侍卫，是件大事，没人敢背这个责任，所以他们没有记录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再后来，便被降职，调到了这儿来看守皇陵。43年前是同治7年，是。找到腰牌的地方是栾毅住过的客栈。对。那客栈叫什么名字？那就是一个土楼，当地人都管那儿叫土楼客栈。客栈在哪？好像是泉州城西吧。老人家，你还记得你接到命令会合的时间吗？7月尾。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令牌？8月初7。找了10多天。对。那栾毅已经走了有8、9天了，这10多天里就没有人动过这个令牌。栾大人他们离开客栈的时候，给的房钱还很富裕，店家自然不敢把房间轻易的租出去，只好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在那儿空着。我问过店家，他说没人见过这个腰牌。既然有人打扫，又怎么会见不到腰牌？看来这腰牌不是栾毅遗落，而是后来有人再放进屋子里的。老人家，这上面的字你当年一定也查过吧？我跟栾大人不熟，回到内务府以后，我曾经找过一位和栾大人有过往的一个文书，我让他比对过，据他说，这不是栾大人的字迹。老人家，既然都说到这儿了，就索性说下去吧。你这藏来掖去，又能带到哪儿去呢？你当年能回来对比字迹，就说明你对此事疑点重重。那么疑点在何处？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呀！43年前，栾大人是一个让人很害怕的人。他做事凌厉，心硬手狠，没有一点怜悯之心。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写下经文中的句子的？我不相信他能放下屠刀，更不相信他能立地成佛。当年跟随栾毅追踪香花僧的侍卫无一返回。无一返回啊！那这块腰牌是谁放回客栈里的呢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，到现在也没有结果。聊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老人家的。我就是一个看陵的老头儿，你管我叫老头子就行了。我回头叫人给你拿一些茶叶，再给你带一些酒和腌肉，再给你挑一些上好的腌叶子，给你送回来。哎呦，那可多谢大人了。不日我将前去福建，走你当年走过的路。如果我查到了这腰牌是谁放回客栈的，我回来告诉你。都43年了，还能查清楚吗？都43年了，再不查就真的查不出什么了。醒了？你去睡会儿吧，我来帮你盯着。不用，
去睡你的，去。不行，你这样休息不够，还怎么追踪啊？我都习惯了，你接着睡，去。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是他吗？我出去一下，你在这等我。你记得，千万不能出去，不能出现在窗口。知不知道你看的是禁书？禁书，什么时候禁的？应该是乾隆年间。大清写禁书怎么罚？抄家处斩凌迟，流放贬谪，也有灭门的。读禁书呢？看心情。你这种，砍了也行，砍了腿也行。要是藏禁书呢？抄家吧。要是想砍也能砍。这本书是你的，就在我住的那间屋子的柜子上。我乃大内侍卫，收缴禁书乃职责所在。你从牢里出来不是刚回家吗？还有时间去收缴禁书啊？以前的吧，自己看的吧。你知不知道，船山先生也是谭嗣同终身崇敬的先师，梁启超也深受其影响。这本书送的，算了，不送了。送了你那么多，你什么都没跟我说。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。对了，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？说说嘛，你别忘了，菩提院封印的秘密只有我知道。我现在是很有可能跟你合作的，有什么情况大家互通一下有无。行，我告诉你，昨晚我查到一件事：43年前，同治7年，内务府派出前往福建追查密藏的头等侍卫，叫栾毅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个栾毅，穆青大人，凌浩瀚，一早上来找过你2次了，你睡太沉没听见。是不是快出发了？兄弟，咱们可是说好的啊！我提供了如此关键的线索，怎么也要跟着一起去找密藏的。而且那天那位，就在这儿，就是他跟你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见的那位。他说的那个30年之约，日子可快要到了。我得跟着随时效劳你啊，穆青兄。之前我做过那么多的事情，咱就不说了，对吧？拼好了舍利罐，分析出安慧寺，发现你那个盒子上的字还有啧啧，对吧？这些都不提了，你带着肯定有用，就算没用也有 lucky 呀。我说过不带你的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我其实呢就是来问问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是不是得提前出发？我得提前准备准备。还有啊，穆青兄，之前说好的，一直，咱们不变了啊！咱们说好的事情就定了啊！咱们可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要信守承诺啊！凌浩瀚，你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吧？前门那么大的店面你都租得下，你应该不缺钱。好好的生意不做，为什么非要跟着寻宝呢？穆青兄啊，我哪有钱呢？比一比吴秉坚，比一比胡雪岩，我算个什么呀？差太远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夙愿，那就是暴富。去找密藏，一听就是暴富的路子。那要是找不着呢？找不到，那是我没那个命；但是不找，就是我没理想。你还要带这个鳄鱼小人？鳄鱼小人有点能耐，几次都帮我找到新的线索。所以你乐意收买他？我没给过他1分钱，他想得到好处都得靠自己的本事。再说了，相比于伪君子，我更喜欢真小人。
你还没说栾毅是怎么回事呢。你站那么远，是要我喊着跟你说吗？43年前的大内侍卫，那是你的前辈了。他当年是查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吗？他查案查的，把自己查没了。这位大侠，你要是找什么，请告知我，只要我有，我一定给你。我要你把净坛密藏的事儿说给我听听。我这已经说了上百次了，我也说了上百次。但我要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好，我说。我祖父名叫许鹤，偶然间得知了师门的秘密。那年是道光28年。入行13年，你问过为师我们师承何处？之前说的都是假的，咱们真正的师承是南少林戒律院。我们之所以要隐姓埋名，不露师承，是因为我们守护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祖父听到了这个秘密，才知道有一笔巨大的宝藏，叫做净坛秘藏。而戒律院首座的手里拿着记录了位置的藏宝图。祖父起了贪念，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能荣华富贵的好机会。于是，在师父去世后不久，他就下毒，毒杀了继承衣钵的大师兄。祖父拿到藏宝图后，研究了很久，但他根本就看不懂藏宝图的内容，也就没法寻得这笔巨大的财富。琢磨了1年多，为了巴结当地的官老爷，他就将宝图献上给了县太爷。不想没过多久，直隶总督召唤了他，给了他一大笔封赏，还给了祖父一个5品官职。据说内务府曾数度按图索骥，但全无发现。他们便开始猜测这份藏宝图缺少线索。于是内务府的人出面，让我祖父做了武馆的老板，想着或许能引来其他南少林的传人，获得更多的线索。同治7年，有一天，武馆里来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年轻人。你找我？是。戒律院首座。我是。见过师叔。祖父问过后才得知，此人是达摩首座第4代传人。原来是师侄啊！快，里面请。于是将其安顿下来后，便立刻向朝廷密报。当夜，3队侍卫在6名大内高手带领下杀到。然而，这一众高手到来前，那个达摩传人对祖父说了一句话：“吾见超世志，必至无上道。”祖父未能回答出来，遭到了怀疑。没事，师叔，喝茶。啊！内务府的人刚一赶到，达摩传人即出手重创了祖父，逃离而去。没多久，祖父就重伤不治了。那你知道30年之约吗？从未听过。过去来的大人们也从没有问过这个呀。那保和客栈呢？闻所未闻。这家人确实没什么功夫。你看，这才晒了多会儿，都已经扛不住了。大侠，行了。幸好这个许家人没说出什么东西来，否则你的命就没了，王家洛。王家洛，
他在屋檐顶上待了半天了，也不嫌累啊。凡，这次身后是北洋，我们还是不要招惹，尽快赶路。你还不了解他吗？他要是真带着兵，早就端着枪冲出来了。凡，我们还要去福建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大儿兄放心吧，我有分散。他是达摩传人，我没拿到达摩封印之前，我是不会杀他的。王家洛，这许家人害你师父疯癫，如果你要报仇的话，这家人留给你了。咱们走。43年前的人和事了，你怎么查？只要是人和事，都会留下踪迹，不可能凭空销毁。栾毅当年会留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能算重要的就是密藏的线索，一个头等侍卫在追踪线索时不见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块腰牌是有人放到客栈的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为了让内务府后来的侍卫将追踪宝藏的精力转移到栾毅身上，故意留下这么一句佛迹，故意弄得扑朔迷离，就是为了混淆视听。你都知道这个线索，你还去找栾毅？你们同盟会的人都这么迟钝吗？你才是。43年前，这是故意扰乱你们43年后。寻找栾毅反而是寻找线索了。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这句话会不会是？这不是我师父的字，若是我师父的话，栾毅早已死在他的剑下。又或许没死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乱猜没有用，查了才知道。赶紧收拾一下吧，准备出发了。我有什么可收拾的？瓜子壳。你现在是不是很恨许家人啊？他祖上害了你师父。恨，我恨他们无情无义出卖同门师兄，害我师父受创成为了疯子。可是许家纵然可恨，能把秘密呈给朝廷，却是大义，是有所为。我就算是想给师父复仇，但我怎么能与像许家这样与朝廷有功的人为敌？我只能想，若不是他们，师父就不会成为疯子；师父若不是疯子，就不会成为我的师父。若师父果真是与朝廷为敌的，我又怎能为其尽孝？既然师父已经疯了，我就只当他是我师父。于我而言，真正害死师父的是荣天岭，是卓不凡和于焕杰。报仇我也会去找他们。况且，大公命案他们是最后的2名疑犯了。找到密藏，那也是你师父想守护的东西。若你找到了，能让荣天岭落空，能报效朝廷，能让卓不凡绝望，这样复仇，才是真正的复仇。对，你说的对。这里就是啧啧居。福建泉州，我们在福建调用资源不太方便。中海朝也调去了福建，他必然也是为了30年之约。那我们要跟他合作吗？只要利益一致，跟谁都可以合作。更何况我们在福建泉州的目标是最简单不过的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福建？我们不仅要去，而且还要调用可以调用的所有军力。
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找线索，这一次，要么达成我们的目的，要么大家都落空。间风主导，声一声棱角，心若海，魂如桥，剩多少年少？叹一声缘渺遥，曾半生潦倒。江山着谁人笑？莫负年华，莫负今朝。韶华是梦荒凉，干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。难酬之中虚妄，心病十年，热血一样。一生一世，草木依旧，人生至何处？因似飞鸿。也不可与病一场。韶华是梦荒凉，干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。难酬之中虚妄，心病十年。